时代之后，又一家中国企业与玻利维亚政府签署锂资源开发合作协议。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坐拥全球最丰富的锂矿资源，却因技术、基础设施等原因，迟迟未形成工业化开发。面对美西方抹黑中方投资，玻利维亚政府表示，随着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世界对锂的需求正在突飞猛进，玻利维亚不想落后。 玻利维亚政府当地时间6月29号宣布，玻利维亚国家锂业公司已与中国中信国安集团、俄罗斯尤伊集团签署协议，在锂资源开发、提炼、加工和销售方面开展合作，总投资超过14亿美元。 据介绍，中方和俄方企业将分别投资8.57亿和5.78亿美元，在该国西南部乌尤尼奇大帕斯托斯盐沼附近建设2家采用直接提锂技术的碳酸锂提取工厂。这2座工厂预计将在未来3个月内开工建设，有望于2025年建成投产。届时，每座工厂的年产能预计可达2.5万吨碳酸锂，合计每年增加5万吨碳酸锂的出口量。 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在签约仪式上感谢中国企业的积极参与。他强调，世界对锂的需求正在突飞猛进，玻利维亚不想落后。玻利维亚的锂矿储量占全球1/4。根据计划，该国将于2025年超越智利，成为南美第1大锂资源出口国，以此刺激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早在今年1月，包括宁德时代在内的中资企业联盟就与玻利维亚国家锂业公司签署了类似的框架协议，成为波盐湖锂资源开发战略首个合作伙伴。路透社称，此次签约是继1月的协议之后，中国政府在锁定电动汽车金属供应中的又一次潜在胜利。这一次投资显然呢带有很强的战略性和市场性或者市场化投资。如果说未来这个全球的锂需求满负荷上升的话，那么这里有可能发展成今天的中东。 也就是说，石油领域的中东和未来领域这个锂领域的这个南美，将来会发展出什么样一个市场格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锂被誉为白色黄金，是新能源的重要代表，广泛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目前正快速扩张的电动汽车行业，已被世界多国列为战略性金属。玻利维亚的锂矿资源属于国有，实行特许经营，商业开发项目准入门槛较高。分析认为，不是玻利维亚不想开采，而是发达国家不愿意输出技术，严防发展中国家获得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技术。因此，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南美国家对锂矿资源开发长期持保守态度，但美国长期批评玻利维亚等国的做法。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劳拉·理查森曾声称，通过国际合作开发锂矿的政策威胁到美国利益。对此，玻利维亚政府多次强调，如何开发和利用锂矿资源涉及主权，不容美国干涉。该国总统阿尔塞还表示，将与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合作成立锂版欧佩克，并直言不希望我们的锂矿被任何发达国家视作囊中之物。 可以说，向绿色能源转换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到来。它这个里头的蓄电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油到电的这种转换的过程中，未来的锂电池这一块的发展呢是非常有前景的。所以锂的需求呢，应该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样大量需求的时代呢，可能会催生新的。 这个锂储量的这个国家呢，要加大投资。对于锂版欧佩克，美国则已组建可持续关键矿物联盟加以应对。除了美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6个国家联合发起。美国主导的可持续关键矿物联盟打出了推动矿产采用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包容性和负责任的关键矿物供应链的高大上旗号，被认为是进一步扼住对锂版欧佩克等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技术瓶颈。分析指出，关键矿产竞争本质上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的延伸。在部分发达国家看来，作为全球关键矿产的主要消费国之一，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快速崛起的中国带来的需求，加剧了部分关键矿产资源供应的紧张形势，也对西方国家关键矿产供应构成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去年8月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包含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条款，但列明只有使用在北美地区制造或组装的电池部件才能获得补贴，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胁迫措施，胁迫全球锂电池产业链向美国转移，目的是削弱中国在动力电池领域已获得的全球优势地位，并进一步遏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称，能为新能源汽车制造电池的国家将享有几十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到目前为止，这场竞争的唯一赢家是中国。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国，全球排名前10的车用动力电池企业中有6家在中国。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2022年，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超过700万辆，占全球总量的2/3。外界注意到，在保持技术、产能和市场优势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店大欺客，而是在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保持开放。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巨头美国特斯拉公司于2013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在上海建有超级工厂。近日，特斯拉 CEO 访华时又宣布新建一座储能产品超级工厂。特斯拉在华产能和销售都持续获利多年，是中美新能源开放合作实现共赢的典范。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中俄联手开发玻利维亚锂矿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那对此您作何解读？主持人好，路透社给出了这么一个逻辑链：第一，金属锂是清洁能源的白金；第二，玻利维亚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锂矿资源；因此，第三，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可能提前锁定未来电动交通领域的胜利。这个逻辑链是正确的。但要我说，眼光还不够长远。布局全球最大的锂矿资源，中国要锁定的不只是未来电动车领域的胜利，还有未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问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首先理解美元何以成为世界货币。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不再与黄金锚定。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稳定美元的价值，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秘密协议，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武装沙特军队，并确保沙特在海湾地区的领导地位。作为回报，沙特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须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美元最终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流结算工具。而重新在石油的计价和交易货币上做文章，也很难撼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因为一来，石油虽然在30-40年前成功将美元送上神坛，但如今石油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幅降低，占比从之前的20%以上降到如今的6%左右。石油已经无法造成新的货币。所以说从更大的格局来看，锁定锂矿资源等于锁定新能源，对冲美元的霸权吗？这就是为什么中俄要联手布局锂金属产业。中俄布局的不仅仅是所谓电动车领域的胜利，而是潜在的下一个时代的大宗交易品，下一个可以造神世界货币的神坛。如果说20世纪属于化石能源，那么21世纪则属于新能源。我相信，至少目前而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锂矿听起来虽然豪迈，但也许还不能改变什么。因为下一个时代可能不会再出现像石油那样一种单一的大宗交易品就可以将某种货币送上神坛，而是代之以新能源为核心的资源与技术与产业相结合。谁有效主导了这种结合，谁就能推动新的世界货币诞生。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围绕未来能源乃至是未来国际贸易体系核心的较量。锂矿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接下来一定还有更激烈的争夺。